姐姐怎么又消瘦了？得多补补身子才好。姐姐，你看。 怎么这才没装扮？他怎么来了？穿这样，和咱们不一样。哪知道怎么回事？皇后娘娘起身了，请各位主入内。进去，走吧。事已至此。 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，如今同为嫔妃，就该彼此和睦。荣贵人出生在边地，与咱们满汉蒙的规矩不大相同，咱们更该互相包容一些。臣妾明白。荣贵人，纯惠皇贵妃已经过世了，在后宫中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你大可以去问于妃。 她在妃位中资历最深。是，臣妾有些话，正想与皇后娘娘单独说说。你们都告退吧。臣妾告退。 得，知道巴结上皇后了。看你穿上这身衣裳，倒真正有嫔妃的模样了。多谢皇后娘娘。你既然已经开始侍寝了，免不了会和后宫的人打交道。那些人你若不喜欢，不理会便罢了。臣妾会恪守对您的规矩。 是因为您教会了我许多，只有您才会对臣妾说那样的话。只是臣妾一直都不明白，您为何要去劝一个被您夫君痴缠的女子呢？您若是盼着她死了，或是出宫，不是更好吗？本宫是大清的皇后，皇后不仅是妻子，更多的是服从 和责任。您曾经跟我说的那个少年郎，是皇上吗？当然是。其实跟我比起来，至少您的少年郎还活着。人活着是会有转机的，不像我和韩琦，天人永隔。 我再也寻不到他了。你即使再也寻不到你的韩琦，可他在你心里，永远是当初最美好的模样。本宫的少年郎，不说这个了。你不是有话要和本宫说？皇后娘娘，事到如今。 有件事情，臣妾没法子不做打算。什么事？就算侍寝，怎么样才能没有身孕呢？哟，皇上，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别胡乱恭维。荣贵人今日可好啊？荣贵人好得很，不仅换了宫装，还去给皇后娘娘请安了。 很好，百家，朕就去宝月楼看看荣贵人。这。皇上这些日子，除了和大臣们议事，就待在宝月楼，是不出来了。皇上这么宠荣贵人，他别是有什么旁门左道的法子吧？ 你是说皇上着了旁门左道的法子啊？皇后娘娘，
臣妾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臣妾觉得，自打荣贵人进宫，这宫里也有点太不成规矩了。怎么不成规矩了？宫里的哪条宫规说皇上不准只翻一个嫔妃的牌子了？可是皇上也要注意自己的身子啊。咱们若是要劝，自然是为了皇上的龙体。可现在，有谁劝得了呢？若要说关心皇上，谁比得过太后？这件事太后尚未开过口，咱们还是稍安勿躁吧。这对甜白瓷的瓶子极好，记得送到宝月楼去。这，眼看就要起冷风了，这荣贵人不习惯京城的气候，记得早些送些红罗炭到宝月楼去。奴才记着了。皇上，沙枣花。好，荣贵人呐，最喜欢沙枣花的香气，一日也离不得。皇上不是嘱咐了，每日都在养心殿供沙枣花。皇上在宝月楼周围多种沙枣树，为的便是荣贵人高兴。只要荣贵人高兴，这些算不了什么。婉音，你最近倒是常出来走动。以前有纯惠皇贵妃姐姐能陪我说说话，可现在倒好，姐姐走了，整个钟粹宫空荡荡的，冷清得很。过来和娘娘做个伴儿，心里倒踏实些。娘娘，想来今年初春的时候，皇上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臣妾，翻了臣妾的牌子。那个时候，我慌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，手和脚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仔细算算，已经有6年4个月零3天没有侍寝了。是宫里的女人，终有这么一天的。秋凉时节说这种话，真让人灰心。红颜未老恩先断，血已熏笼做道明，谁都逃不过呀。难不成等到7老8十牙都掉了，还指望皇上翻你的牌子，和你描眉作诗啊？做梦罢了。主儿，皇上差人送来了您和皇上的画像。收起来，藏到后头的格子里，再不许拿出来。是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皇额娘在修沙枣花。这花不适合在宫里长，便修剪修剪。从前只听闻，唐玄宗为了杨贵妃千里送荔枝，跑死了好多马。如今到了咱们皇帝这儿，倒来了这一出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枣花来，真是一桩奇闻了。儿臣无能。唉，皇帝是昏了头了，被韩氏迷住。哀家无法阻止韩氏进宫，也无法阻止他侍寝。原本看他拒绝皇帝的样子，想皇帝会知难而退，死了这份心。可如今，韩氏都侍寝了，你可曾想过，
皇帝如今如此执迷，入了魔障，韩氏以后有了孩子，会如何呢？哀家知道，韩氏肯活下来，是皇帝让你去劝的。但哀家也知道，韩氏的心始终都在他去世的未婚夫婿那儿，这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。那儿臣再去劝一劝。你劝得了韩氏，你劝得了皇帝？做吧。皇帝如今对韩氏这般魔障，将来若皇帝昏了头，做出什么更出格的事来，那该如何？哀家断不能坐视不理。那皇额娘的意思是？傅家在。太后，银鹰都准备好了。你让韩氏喝下去，让他一了百了。儿臣知道皇额娘这么做，是为了皇上的圣誉思虑。只是这样贸然要了韩氏的性命，岂不是伤了皇上的心啊？哀家知道，皇帝心疼韩氏，哀家也并不是想要韩氏的性命，只是让他清静伺候皇帝，别激得皇帝越发任性。皇额娘，您明知道让儿臣这么做，皇上是会恨儿臣的。你当日替皇帝去说服韩氏留下性命，是皇帝拿着你皇后应尽的职责，迫着你去。哀家今日迫你，也是一样，只因你是六宫之主，安定后宫是你的职责，所以这件事是哀家的意思，但也只能由你亲手端去，看他喝下。若让韩氏喝下这碗汤药，是顺了您的心，却也是大大逆了皇上的意。儿臣要听皇上的，也不能不听皇额娘的。除了两难，别无他法。你身为中宫，该听的听，该做的做，便是了。娘娘是不想让荣贵人喝这个。娘娘，之前荣贵人求过您，说她不想要孩子，如今太后有此意，也算是成全了荣贵人。皇后娘娘，快请坐吧。皇后娘娘，这些都是我们韩部爱吃的东西，你也尝尝。这是本宫奉太后之命给你拿过来的，就是你想要的汤药。喝与不喝，在你。当然喝，是成全我的好东西呢。你可想好了，这一碗药喝下去，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没有什么可后悔的。我知道你们这宫里头都争着生孩子，可孩子应该是与自己相爱之人一起拥有，
不是拿来争宠、保命的工具，更不应该被强迫来到这个世间。哈利，去把姜太医找来吧。荣贵人怕是要受苦了。是。太医和姥姥们进去了那么久，这个荣贵人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就算受苦也不出声音，这脾气真够倔的。娘娘，事已至此，还是想想怎么和皇上交代。罗娇，皇上，令嫔娘娘这会儿是估计快生了，您是否去看看？令嫔又不是头一次生产了，自有接生姥姥照应。哎，这。微臣给皇上请安。怎么样，小姐如何了？荣贵人身体有碍，只是无法生育了。谁做的？谁做的？回皇上，是臣妾所为。皇上息怒，皇帝。皇娘怎么来了？身为君王，对自己的皇后动上手了。皇帝哀家瞧你是有些失心疯了。皇后，起来吧。皇娘，儿子是不该，可荣贵人无辜啊。皇帝，你要的是韩氏，如今你也如愿以偿了。可韩氏心里有别人，旁人能有什么法子？皇帝呀，有时候爱之士足以害之。若无你的过分沉溺，本无人会对荣贵人过分在意。你宠爱太过，才把他逼到了现在这个地步。皇娘，儿子是宠爱荣贵人，但并无太过。皇娘您切勿听信人言。哀家还用听信？你都为他做过什么？哀家没看到吗？而且，喝下药去，也是韩氏自己的主意。皇帝要怪，也只能怪你自己。皇额娘在此，您也好好的劝劝皇上。儿臣告退。皇后受委屈了，去吧。皇上，主儿醒了。皇娘，那儿子进去瞧瞧。
香姐，你醒了。我是不能生了，对吗？你只是不能有孩子罢了。你别害怕，朕还是会好好待你的。那碗药是我自己要喝的，孩子生与不生，我自己定。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我本不该来到这个宫里，更不该得到你的宠爱。就当我无福，承受不起，我未来的孩子也承受不起。你要我伺候你，我便清清静静地伺候你一辈子就是了。你的意思，皇娘的意思，朕都明白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禀皇上，令嫔娘娘生了一个小阿哥，是皇上的15阿哥。好，好，锦中啊，传朕旨意，容贵人深得朕心，晋为容嫔。令嫔呢，接连生子，又温柔婉顺，晋为令妃。去告诉令妃，15阿哥可以留在她身边养着，不必送去寿康宫。还有，皇后料理后宫之事不周，这6宫之事，先交由令妃协理。这，下去吧。